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王太去厨房帮忙了啊，他不能跟我一起谈话了。我呢就借这个机会啊，分享一下我在大马几次避免了车祸，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看看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结论。还是挺危险的，有可能会正面撞，有可能会侧面撞，也甚至于有可能会倒车撞，我都差点啊碰到过。我讲一讲我的体会心得吧。那么，第一，和车上的一些功能是有关系的；第二呢，和一些应对事情的方法也有一些关系，我来分享给大家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驾车时间很长啊，又是大马人啊，多数并不需要知道一些技法层面上的。如果才驾车或者车技不是很好，或者是外国人刚刚到大马不熟悉这里的交通状况啊，还有啊，对了，我说这个事情和车的功能有关系吗？如果你考虑换车的话，有可能我讲的这个跟你呢是有一些的关系啊，当然和具体什么车无关，只和车上的功能有关。OK， 我把它讲回来啊。最近我在刷 IG 的时候啊，我看到新闻是有报道，甚至于经常会看到一些车祸的报道。我这个看的其实挺有同理心的。我看到以后，我有不禁会在想，我碰到过吗？如果我碰到会怎样？那要知道避免这些问题，首先要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车祸吧。看了之后呢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啊？我个人的感觉啊，当然我不是道路或者是驾车的专家，您有分析啊，也欢迎就打在评论啊，我们一起来补充完善，这个对大家的安全驾车应该会有帮助。我觉得主要原因啊，来自于摩托车和小轿车，就是这种格雷达，他们两个都有问题。你看这一大类的车祸，我看到的这些新闻，都是讲的是摩托车撞上小汽车，而且往往是在这个小汽车要转弯的时候，要变道的时候，有时候变一根而已，有时候两根道，有时候三根道。它往往快要到了一个交叉口，要出高架的时候，紧急变道，会发生问题。而对方呢，往往是摩托车，又有可能会一辆车撞上来，两辆撞上来，甚至我都看到过一个新闻，是有一辆警车都撞到了一辆车上，其实还是挺让人感到不安的。那汽车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觉得汽车的问题啊，就在于它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车上有没有什么区域或者什么地方是你不知道自己有可能有问题的，有的那就是 blind spot， 就是盲点。你的车的后视镜到车后尾那一大块左右都有，是你的后视镜是不能看到的。那么当你面临一些紧急选择的情况，比如马上要岔出去变道，但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开在最左侧或者是最右侧的时候，你简单的看了一下左右的后视镜，好像没有人，就选择快速的多道或者是一道比较快的岔出去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紧急，然后你做出的选择，但是你忘记了还有盲点的存在。除非有这个经验，或者有一些原则，比如我就有这样的原则，我情愿开错一个路口或者开错路就开下去，而不要盲目的变道。这是在理性的时候给自己定下的原则，并且照这样去做才有可能会实施的。不然激情选择之下就会过去吧，不是没有看哦，相反是他看了以后做出的理智选择，只是因为这个盲区他不知道。这是在汽车这里的情况。那我虽然没有驾过摩托车但我看那些视频，有些车呢，它只是变了一根道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视频，我也不觉得它这个做的有多夸张，只是变道的角度或者是时机稍微突然了一些，角度有一些大。那摩托车会是一辆两辆的撞上来，显然摩托车看到反应到去刹车的制动距离都是比较大，整体时间是比较长的。后一辆应该是重复了前一辆的错误，它一样的看到了车，来不及反应，刹车距离又很长，然后又撞上去了。那摩托车我觉得它也有问题呢，是在于我发现在大马摩托车当然哪里都一样在上海也是一样，他们都会架到这个车道的中间，
而且呢速度很快，他对自己的机动灵活性有太高的信心，在驾的时候又是左穿右穿的。我刚到大马的时候啊，我认识的那些朋友就提醒我说，他说在我们这里驾车啊，因为摩托车是可以驶上 highway 的，速度也很快，数量也很多，尤其是 rush time 的时候，他说他们有可能有一条道就让给他们吧，你就走第二道开始，然后往右侧，那是 OK 的，不要轻易的变道，也不要去跟他们混到一起，很容易撞上去。并且呢，如果碰到他或者他碰到你，不论怎样，这个问题都是你的责任。所以我牢牢的记住啊，就我也有一次在回复观众的时候说，我的选择通常是尽量少的去变道啊，因为我觉得大量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变道。所以 OK， 你看有一些问题是来自于摩托车，它太过灵活机动，速度太高，制动距离又不够，而且没有开在车道内啊，它是穿梭中间的。而小汽车呢，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盲点。我也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，因为我车上就有很好的两个安全功能啦，应该讲，一个就是专门对付这种的，它是叫 blind spot monitoring BSM。 对，如果你买车的话，我觉得安全功能中间这一项啊是非常重要的。哪怕是对老手，因为他总是在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情形和时候下会提醒你，这就很好。你变道的时候也看不到后面有车，经常他就会滴滴他就会叫一下，那我就会特别注意，或者先选择不变道，过一会儿再变道再去遵循变道的一些准则，比如你变道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 overtake 的稍微的要加一些速度，使得后车在保持它车速之前的情况下，它也不会撞上你。这个我想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安全，也避免了很多我本来想要变道 overtake 也好，或者向左变道停下也好，减少了很多的问题。用看到之后我就会停下来，我把它称之为叫间接。还有更主动的，直接就帮助到你的，这是我很 appreciate， 就是车上的第二个功能叫 smart brake，中文应该是叫自动停车吧，或者是智能制动吧，类似这样子。我的车上是有的。我买车的时候，其实我考虑过几样东西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3样东西安全、舒适，还有呢是它的性能表现。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，然后才是性能，再呢是舒适。所以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是这样的选择逻辑来着的。好那个 Smart Brake 它真的是有3次帮助我避免到车祸。有一次我记得刚拿到车的时候就还不太在大马可以驾得很好，前面那辆车很快的停下，我也有一些分心，然后呢我就第一次感受到这个 Smart Brake 的制动开始了。它应该是类似像 ABS 那种哒哒哒的快速的点刹，让车速很快的降下来，有一些顿挫感，但是车很快的在前面那辆车停下来的之前就帮你给停下来了，还会发出一些警报声，你的仪表盘上也会有 brake 这样的一个显示。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，你如果离它有一定的充足的制动距离，你的车速也是在下降的话，那么它这个 Smart Brake 是不会启动的。只有它预判快要不行了，就是你以这样的速度也没有制动的情形，那它觉得你一定会撞上的情况下，它才会启动。我第2次碰到也是类似了，它的车速这一次并不高，但是呢我没有很及时的刹车，应该是距离有些不够，他也帮我停下来了。我都是刹住车停下之后，然后呢我本能的再踩下刹车，这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功能启动了，然后前面是快要撞上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我有一次发现这个功能不单单是在前进的时候，它这个 Smart Brake 后面也有雷达会产生这样的作用。我有一次倒车的时候没有注意，车出来快要和旁边的车成90度的时候，我的后尾还有一辆车是在 double parking 的，那我往后倒，速度还比较快，它帮我也是哒哒哒停下来了
啊，这个让我也很感激，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个地方有车，我是看不到的。等我看到之后也没有来得及，但是它这个功能帮我停下来了，所以单单是 Smart Brake 就是主动的帮我避免了直接的3次车祸，而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呢也有很多次。我们外国人在大马驾车其实没有这么多经验，对吧？然后也没有这么多人认识，也可能对紧急情况下的 SOP 并不熟悉，所以我想这些功能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必要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跟自己的车的保险要跟他去问好，如果发生车祸怎样处理？你碰到人、碰到车、碰到物，分别如何处理？找谁？怎么找到？这个我想应该要在还比较安全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准备。再说远一些，如果是外国人，那肯定不太熟悉这里。如果碰到比较紧急的情况，打999，还有呢 local 这些的附近这个公立医院的、私人诊所的，他们的 ambulance 这个电话是多少？像我这些都有存到手机里，这样呢可以做一个紧急的备份吧。这一点我想是比较重要的。安全的生活在大马也很重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小小经验吧，希望对某一些人会有帮助。好，谢谢。